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佛历8月夏初9，万象多云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4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4基普，涨幅 0.1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4.3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18基普，涨幅 0.0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30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基普，跌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震荡走低，呈现全面普跌态势。截至收盘，综合指数下跌 18.07 点，跌幅为 1.32%， 最终报收于 1349.20 点。全天市场交投活跃度一般，总成交量为827800股，总成交额约为 15.63 亿基普。从个股交易表现来看，昨日市场未见上涨个股，多数主力企业遭遇不同程度的下挫或持平。在下跌板块中，老挝农业下跌130基普，收报1200基普。萨万尼和联合发展银行分别下跌100基普和200基普，收盘价分别为4300基普和6400基普。此外，老挝石油、浦西开发、老挝电力及万象中心等权重与热门股也纷纷飘红走低，跌幅在10至40基普不等。与此同时，外贸银行、马哈腾以及中老证券昨日则表现平稳，股价均与前一交易日持平。整体而言，昨日老挝股市空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大盘短期承压明显。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715万4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45万6000基普，跌幅 0.9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7月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8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0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审计署主席会见即将离任的马来西亚大使。7月7日上午，老挝国家审计署主席万达维松特帕赞会见了即将离任的马来西亚大使伊迪伊尔万本马哈茂德。万达维松特帕赞高度评价了大使在任期间为巩固和拓展老马两国政府及人民间友好关系与良好合作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伊迪伊尔万本马哈茂德对老挝政府在其履职期间给予的支持与便利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在奔赴新岗位后将继续支持和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2. 乌多姆塞省投放乌尔巴克氏体蚊子以控制登革热传播。7月7日，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司、国际救助儿童会及乌多姆塞省卫生厅在乌多姆塞省举行乌尔巴克氏体蚊子投放仪式。乌多姆塞省副省长苏瓦马哈旺沙南、卫生部副部长阿彭维沙铁、澳大利亚驻老挝大使梅根琼斯出席。该项目由澳大利亚支持，旨在通过释放携带乌尔巴克氏体细菌的蚊子与野生蚊子交配，阻断登革热、寨卡等病毒的传播。该科学方法安全、环保且能挽救生命。项目计划在2025至2028年间覆盖5省13县，惠及超125万人。乌多姆塞省为第4个投放省份。3. 波里坎塞省警方缴获120万粒毒品。7月5日晚10点左右，波里坎塞省公安厅禁毒民警在塔帕巴县文塔村附近发现一辆自万象市驶来的可疑白色皮卡车，该车行至橡胶岭小路并驶向湄公河畔的疑似贩毒点。民警示意其停车受检，但司机拒绝配合并加速逃跑。民警追击后发现车辆被弃置于河畔，司机利用夜色和丛林地形逃脱。经搜查，车内藏有封药3大袋共120万粒，重147公斤。目前，涉案证物及车辆已被带回省公安厅，警方正依法加紧缉捕在逃嫌疑人。4. 万象举办太老超级管理者研讨会。7月7日，新方向公司在万象举办研讨会，探讨从管理者到超级管理者的转型，以推动老泰两国未来人才发展。老挝国家工商会副主席桑空战书出席并致辞。会上，
新方向公司创始人齐沙努彭·萨查瓦拉西提出超级管理者模型，强调 AI 是提高管理效率的重要助手。营销与 AI 专家亚塔维彭尼勇分享了运用 AI 为管理人员减负、赋能人才发展的技术。三空赞苏指出，在 AI 和全球经济巨变的时代，企业需持续调整，要有远见的领导者是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核心。活动还为泰老两国商务人士深化未来贸投合作搭建了平台。5. 贝沙湾少儿足球队清迈夺冠。7月6日下午，老挝贝沙湾足球俱乐部 U10少儿足球队在老挝国家足球协会主席本米联赛亚扎的率领下夺冠后，金老泰第一友谊大桥凯旋万象。他们于7月4日至5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国际少儿足球赛中一举夺魁。本次赛事共有中、日韩、泰老等1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球队参赛。贝沙湾队在小组赛和淘汰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并在决赛中以5-2战胜老挝另一支球队夺得冠军，同时获得了11月赴新加坡参赛的资格。6. 国会副主席率团视察贵金属精炼厂。7月4日，国会副主席讯通赛亚扎率105名国会议员视察万象的老挝国际贵金属精炼厂。该厂采用高新技术和自动化设备，致力于达到伦敦经营市场协会国际标准，旨在实现老挝矿产全面增值，助力建设独立自主经济并充实国家黄金储备。老挝黄金银行也正推动本国黄金产业与国际接轨。讯通赛亚扎赞赏了精炼厂的国际化目标，要求其确保合规透明运营，并表示国会将完善相关法律，支持老挝黄金产业走向世界。7. 占巴塞省军官种植咖啡和饲养牲畜增收。占巴塞省某军官卜连当萨瓦在做好本职军务的同时，积极带领家人发展家庭副业，成为占巴塞省军区的致富模范。卜连当萨瓦于1999至2000年间开辟了3公顷土地，向专业人员学习技术后，种植了卡蒂姆等咖啡品种。除咖啡外，他们还种植果树、蔬菜，并养殖牛、山羊、鱼和家禽。通过辛勤劳作，目前其家庭通过销售咖啡、牲畜及果蔬，年均总额外收入已达4亿多老挝吉普，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下一步，他计划继续扩大咖啡种植规模。8. 万象市桑通县捣毁一中国籍电信诈骗窝点。7月6日上午，万象市公安局经济警察根据群众举报，联合地方警力及桑通县惠东村村委会，对一处可疑窝点进行突击检查，成功抓获26名中国籍网络诈骗嫌疑人。警方在现场共缴获台式电脑24台、手机75部及一批办公桌椅。经初步审讯，涉案人员供认，他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虚假广告，以诱骗受害者投资购买所谓的韩国股票来实施诈骗。目前，嫌疑人已被临时羁押于万象市公安局，警方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深挖扩线，并将依法严惩。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